大英坦克车长手红茶，驾驶死手下。听起来虽然有点像玩笑，但这的确是挑战者系列的真实写照。动力太弱，装甲太厚，挑战者开起来之后，无论驾驶员怎么飙车，车长的红茶都不会洒，因为手下装甲不弱。挑战者坦克被别人扒裤子之后，就是死路一条。不过，就是这样一款遭人诟病的坦克，在海湾战争中摧毁了300多辆伊拉克坦克，自身却无一损伤，甚至可以在5100米的距离上精准摧毁伊拉克坦克，成功创下坦克最远直射距离的世界纪录。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身中70多枚 RPG， 依旧全身而退。所以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英国的挑战者系列。至今为止，英国的挑战者系列已经发展了3代，已经淘汰的挑战者1，正在服役的挑战者2，计划开发的挑战者3。而挑战者系列被诟病的锅，主要还是由挑战者1来背。挑战者1并不是专门给英国陆军研制的，而是给伊朗研制的外贸版酋长。英国陆军只是被迫接盘。1966年，英国发现酋长 MK1 的装甲不够厚实，虽然能够抵挡动能弹，但是挡不住化学能弹，于是就有了研发新坦克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德国、法国选择了高速脆皮路线，主打灵活机动，只要跑得够快，炮弹就打不到我。但英国的设计路线不允许像德法那样，如此一来，英国就只剩下2条路线，先发制人，挨打反击。不过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英国就打算在新坦克上面同时实现这2点。在火力方面，英国完全不会担心，毕竟皇家兵工厂实力不是吹出来的。酋长坦克的 L11与火控系统已经可以做到远距离狙杀苏联的 IS-3与 T-54， 但是防御的问题很难解决，普通的军制钢装甲很难抵挡便携式反坦克导弹。而想要加强防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装甲厚度。只是对于酋长坦克而言，单纯的增加装甲厚度不如直接原地退役。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加强装甲的抗穿性、抗破甲能力。英国最终的成果就是乔巴姆复合装甲，防御、火力都搞定之后，新坦克的研发就提上了日程。而挑战者1的前身就是替代酋长坦克的 MBT-80 项目。MBT-80 的设计要求只有一个，能在敌方地面直射火力的打击下全身而退，然后再把敌方干掉。所以 MBT-80 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设计。乔巴姆复合装甲比 L11 更强的 EXP-28M1 火炮，车长和炮手都有独立的瞄准线，并配备热成像观瞄设备与激光测距仪。英国计划1983年交付原型车，1986年实现量产。不过，英国接到了一个大单子，改进伊朗的酋长坦克。之后，英国利用 MBT-80 的技术，根据伊朗的要求，将酋长坦克改造为伊朗式。只是由于伊朗政权更迭，这批伊朗式砸英国手里了。最终，英国选择了接盘，伊朗式被重新设计，以满足英国使用的需求。1982年12月，英国军方接收了首批挑战者1，并于1983年装备驻扎在西德的英国莱茵军团。就纸面实力来看，挑战者1的性能并不算差，战斗权重62吨，配备乔巴姆陶瓷反应装甲，一门英国皇家兵工厂生产的 L11A5 型，唯一的问题就是机动性慢了点。挑战者1的发动机是1200马力的 CV12，最高速度每小时56公里，而同时代的豹 2A4 最高速度每小时72公里。不过这也符合英国对坦克的要求，机动性并不是重点，追求的是先发制人，首发没能命中的话就挨打反击，装甲后火力猛就行了。于是在1987年，英国满怀信心去西德参加 CAT 挑战赛，结果挑战者1的射速排名倒数第1，其他项目的表现也并不突出。虽然有成员仓促上阵的原因，但挑战者1性能拉胯的名声已经传开了。直到海湾战争，挑战者1才算证明了自己，在伊拉克坦克部队占据数量优势的情况下，摧毁敌方300多辆坦克，并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海湾战争期间，英国派遣了221辆挑战者1参战。最开始，英国国防部和军事分析人员还在担心，面对数量众多且经验丰富的伊拉克军队时，挑战者1会怎么样。但是在100小时的海湾地面战争打完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挑战者1怎么那么猛。在整场战斗中，挑战者1摧毁伊拉克300多辆坦克，自身无一损失。不过，正面防护高也是挑战者1的缺点之一，其防护设计沿袭了欧洲平原长距离射击战概念，坚硬的炮塔和车体手上搭配了一个纸糊的手下裤裆。二战时期的反坦克炮都能击穿挑战者的手下装甲。当然，英国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在实战中，挑战者可以利用远程对射的优势和地形，抵消手下装甲的劣势。海湾战争期间，挑战者1的装甲挡住了各种角度的攻击，远程交火时，手下装甲很难被击中。此外，挑战者1还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991年2月26日，挑战者1使用 L-26A1 平右穿甲弹，在5100米的距离上摧毁了一辆伊拉克坦克。总的来说，挑战者1火力强，装甲厚， L11A5 线膛炮也能够满足英国陆军精确打击的需求。不过，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挑战者1也有一些不适应时代的地方，比如观瞄系统和火控系统比较落后，对战场的感知能力比较差。于是，英国推出了挑战者2。虽说名字一脉相承，外观上也与挑战者1相似，但挑战者2整体的设计与性能与挑战者1相差甚远，二者的零部件共通率只有 5%， 所以挑战者2完全可以算是一款全新的坦克，性能碾压挑战者1，硬扛70多发 RPG 依旧可以全身而退。而且挑战者2也是世界上第一种具备猎杀能力的主战坦克。1986年11月，英国维克斯公司展开挑战者1的性能提升计划，也就是之后的挑战者2。经过多年的研制生产，挑战者2于1998年正式进入英国陆军服役。与挑战者1相比，挑战者2的外观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车体和炮塔都是扁平低矮的结构，其主要变化还是观瞄装置上。挑战者2在车长的位置加装了全方位独立观瞄仪、热成像仪以及激光测距仪，可以独立完成瞄准测距与射控解算。车长的独立观瞄仪在白天可以将目标放大到 3.2 或者 10.5 倍，然后在车长或炮手的瞄准镜和监视器上显示。这也就意味着车长搜索到目标之后，可以直接获得一些比较精确的射击参数，从而瞄准进行射击，不用再把目标数据传递给炮手。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种情况，车长在猎杀，炮手也在猎杀。当炮手正瞄准并射击第一个目标时，车长就可以使用独立瞄准仪搜索第二个目标，并使用激光测距仪对其标定。等炮手将第一个目标解决掉之后，车长就可以直接按下炮塔自动定向钮，炮塔就会自动转向第二个目标，也就是猎杀模式。相比之下，其他欧美的主战坦克的车长瞄准仪并没有测距标定能力，只具备猎歼能力。车长以独立观瞄仪搜索第二目标，炮塔定向后，炮手仍需以激光测距仪精确锁定才能开火。按照英国的说法，在标准接战程序下，挑战者2可以在8秒内完成第一发射击，接下来在40秒内射击完8个目标。如果车长于搜索时发现更高优先的目标时，也可以中断射手的控制权，控制炮塔，来优先射击自己标定的目标。不过，欧美不采用猎杀的模式也是有理由的。在现代战场之上，挑战者2在观瞄设备上的优势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坦克在现代战场上的射击节奏并不需要那么高，最主要的还是对目标的搜索和发现能力。在防御上，挑战者2也有所升级，换装美英合作开发的第2代乔巴姆复合装甲，整体防护效能大幅提升。相较于第1代，2代乔巴姆复合装甲在陶瓷夹层外侧增加了美国开发的衰变铀装甲板夹层，里面则增设凯夫勒内衬，改善了第1代乔巴姆对 K1 防护效能不佳的缺点。而且还安装了激光告警系统，炮塔两侧还各安装了5发烟幕弹发射器。当敌方反坦克导弹的激光测距仪照射到挑战者2时，该系统可以迅速报警并发射烟幕弹进行烟幕遮蔽。凭借着出色的性能，挑战者2在伊拉克战争表现得极为出色。
在近距离遭遇战中，挑战者2遇到8枚 RPG、2枚米兰反坦克导弹以及无数小口径火炮轰击后，安然撤出战区并修复使用，甚至被70多发 RPG 击中，仍然能够安全脱离战场。不过，挑战者2最大的特点还是那一门120毫米口径的 L30A1 线膛炮。此时，大国的第3代坦克都是滑膛炮，使用线膛炮也就挑战者2这一株独苗。那么，在滑膛炮大行其道的年代，挑战者2为什么还要使用线膛炮？线膛炮与滑膛炮最大的区别就是炮管内是否有膛线。挑战者2使用线膛炮在发射炮弹时，炮弹在出膛的时候就会带上旋转，无论是射程还是炮弹的稳定性、精准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也就是英国追求的先发制人。只是在现代战场上，各国的坦克都配备了高性能的火控系统，滑膛炮的精度也不差，加上坦克之间的交战距离一般都在3000米之内，线膛炮精度高、射程远的优势并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滑膛炮相当于直接崩飞炮弹，适合使用动能击穿敌方装甲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当然，挑战者2的线膛炮也能使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从旧到新分别为 L23、L26、L27， 其中 L23 为钨合金， L26、L27 为贫铀。只是由于炮弹自带旋转的缘故，初速不行，穿甲效果不如滑膛炮。此外，因为线膛炮的内部存在膛线，使用时会出现磨损的情况，所以炮管的寿命不如滑膛炮，强行使用的话，精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至于英国一直采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工艺完善，并且还有大量适用于线膛炮的炮弹，比如滑膛炮无法使用的碎甲弹。碎甲弹原本是用来炸碉堡的，但后来发现用来对付装甲也有很好的效果，于是就被拿来反坦克。不过碎甲弹只能以较低的初速发射，并且需要使弹体旋转以维持精准度。有这2个附加条件，碎甲弹只能用于线膛炮上面，其毁伤方式主要依靠炸药产生的冲击波破坏敌方装甲，使其后的装甲脱落，从而杀伤坦克内部的成员。英国这边认为 L31 碎甲弹在现代战场大有作为，这才一直选择线膛炮。挑战者2的动力系统沿用了挑战者1的 CV12 1200马力，机动性也很拉胯。如果剔除挑战者2的防护神话，我们就会发现挑战者2这个坦克基本上是啥也不行。同一时期的其他西方坦克，豹2 M1、勒克莱尔乃至日本的90式坦克都是1500马力的发动机，就连仅有46吨的 T80U 也是1250马力，唯独挑战者2只有1200马力。意大利公羊坦克虽然也是1200马力，但是人家只有54吨，而挑战者2早期型的战斗权重 62.5 吨，到了 TES 升级时，战斗权重飙升到了 74.8 吨。这就导致挑战者2在运输时极为麻烦，如果在战场上出现故障，对其进行拖拽或者抢修时，问题也比较多。当然，英国人也不是没想过改进，毕竟自己用的话还可以凑合凑合。挑战者2服役的时候，苏联都解体了，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拿到国际军贸市场上，跟豹2 A6M1A2 同台竞技，那可就太丢人了。所以英国推出了改进型挑战者 2E， 使用了德国 MTU 公司的欧洲动力包1500马力的 MTU 883发动机，使得挑战者 2E 的机动型终于赶上了豹2 A5 和 M1A2 的同等水平。只是结果与英国想的有些出入，欧洲动力包在挑战者2的动力舱内产生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可靠性非常差。在1998年的希腊坦克竞标中，挑战者 2E 在1000公里的连续越野测试中，发动机发生了故障，抢修了3个小时才好，被一同测试的德国豹2 A5、美国 M1A2、法国勒克莱尔、俄罗斯 T80U、乌克兰 T84 甩在身后。最终，希腊选择了购买豹2 A5 坦克，而挑战者 2E 则在国际市场上颗粒无收，也没有取得英国陆军青睐。于是，直到现在，挑战者2都只能用1200马力发动机凑合。不过，对于英国坦克来说，动力什么的都无所谓，有茶喝就行了。挑战者2配备了一台电热锅，给坦克组员泡茶或者加热食物。但是对于英国国防部来说，挑战者2这样一款线膛炮动力弱的坦克根本无法适应未来战场，于是英国斥资10亿英镑将挑战者2升级为挑战者3。
碎甲弹虽然很好用，但是面对采用了间隔装甲或者复合装甲的坦克时，基本上没什么用。加上 L30A1 炮管寿命将近，弹药停产，英国在挑战者3上面也采用了130毫米滑膛炮。炮塔也有升级，原挑战者2型坦克的炮塔直接被扔了，升级后的坦克将配备由莱茵金属开发的数字化多功能炮塔。在防护方面，挑战者3加装了模块化装甲和主动防御系统，挑战者2坦克上面是没有主动防御系统的，于是英国就在挑战者3上面加上了以色列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增加坦克的生存能力。在发动机方面，挑战者3放弃了1200马力的 CV12， 换成德国 MTU 公司的1500马力涡轮增压柴油机，重点还是火控，它装备了法国新一代泰雷兹数字化火控系统，可以自动探测跟踪目标、探测识别和跟踪目标的方式，并且还能对目标进行排序，自行决定先打谁后打谁。总的来说，挑战者系列动力弱、防护强，主要是为了迎合英国国防部的需求。事实证明，这种皮糙肉厚的坦克在欺负小朋友的时候是真的好用。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挑战者3能在世界排名第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